手拉小手，挚爱伴你久。本节目由999感冒灵和小儿感冒药联合冠名播出。热身任务是女友的选择，男生需要猜测女友的喜好，并做出选择。这我都分不清。对呀，救命啊！我看到了什么？烈焰红唇。英雄所见略同啊！没有英雄，只有李梦菊一个人，你们都是狗熊。我不喜欢帅的，因为我只喜欢硬汉。我就是硬汉啊！大哥，终于对了。娇娇不大喜欢那种到天花板的男生，都喜欢持续进步的男生，比如我啊。获胜的一对夫妻李梦菊与雪娇将决定4强任务的对阵阵容。4强任务999爱的营救。第一步，这个解出来以后，这是个暗号。我真的解不出来，但是下一步是什么？你先告诉我下一步 over。第一步，请前往疯狂大转盘。这沟通也是无限轮回。我怎么找都找不到，我上了好几遍山了都。完了，陷入僵局了。我好像听到他们已经要去地下室了，所以抓紧。我还在找，稍等。去太空战机，太空战机离你最近。太空战机的数字是7 over。1乘以3加7减6，答案是4。找到了，999。我们的密码是1399。啊！天啊！公主救到了王子哦！太聪明了！大家好，这里是腾讯视频和四川卫视联合制作的预备夫妻竞技挑战真人秀《挚爱之战》，大手拉小手，挚爱伴你久。本节目由999感冒灵和小儿感冒药联合冠名播出。我是李艾，欢迎挚爱加油团的朋友们。四川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谢娜，我是赢了许昕一个球的谢娜。我要说到天荒地老。来，输了的许昕。哦，我换一个话题吧。你得换了，你再不换过不去了。不想再聊这个话题了。既然已经到这个阶段了，我还是继续支持我的高峰。哎呦，我是坐在输了一个人的旁边的乘大旗乘警旗。又拉回大家好，我是想继续看谢娜赢球的，对，看娜姐赢球的张海云。大家好，我是觉得四川话很好听的钱庄，我是花花的粉丝。哦，你喜欢那个熊猫啊？那个熊猫好可爱啊！对，欢迎到四川来看大熊猫。在四川再比一场吧。说到比赛这件事情，上期节目我们4强迎来了非常考验的一个任务，这个任务考智力、考体力、考反应能力、考抗压能力，好精彩。大哥大嫂跟高峰和刘兆廷在任务中失败，所以在这一期当中，他们要进入到3甲的最后一个名额。哇，2队能力者比赛，对，太吓人了，而且是力量，都属于有点爆发性。他们谁会赢呢？猜一下。我不用了，你们猜吧。对，他肯定是高峰了，赵婷的啊。怎么办啊？我还说大哥大嫂会就是冠军呢，我当时不是站他们当冠军吗？那你肯定就是大哥大嫂了。对啊。你怎么在发功呢？是吧？我支持许昕吧，因为他最近有点失落。我也支持高峰和刘兆廷。那我就含韵吧，来，压力给到你，大姐。我不敢支持了，因为我这2期支持谁走。你支持一个吧。我支持大哥大嫂。那坐那边去。没关系，他支持谁走吧。啥意思啊？说实在都支持，全都支持。秦庄老师有想要猜一猜的吗？我还沉浸在对姚豪的怀念中。我是不要再提。他的微博粉丝目前特别的少，只有56个，我刚看了一下。刚开始我觉得他的粉丝不会太多，
对，我们在录的时候，姚豪的粉丝是56个，但你们在看这期节目的时候，可能就是66个了。这个命运会怎么样？还蛮有意思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一下，到底谁能够进入到我们前3强来，请看。哇哦，好想看，好想看！现在刺激了，开始2选1的了。哇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什么呀？我玩过这个游戏。这什么情况？这什么东西啊？哇，当时看一地板子，我想完了。为什么完了？哇塞，那一地的板子，你甭管怎么着，它跟体能就有关了，因为体能确实不行，还真是确实是短板。这里是由999感冒灵和小儿感冒药冠名的挚爱之战。本次生存对决的任务是爱情的两面。在中央广场放有64块双色板，2对预备夫妻分别对应白色和紫色。对战双方需要在200秒内翻动板子，将代表自己颜色的一面朝上放置。没什么技巧，就挨个翻。是看谁反应快，跑得快。一个专业的比赛的运动员，就是和我们这种伏案工作者去比体能，那就是一天一地。这个就是体能项目，只能是一次反应快。 200秒这个时间可能就是快速的去做一个蹲下来的一个翻板，因为我有点低血糖，我怕我自己头晕呢，我会担心我有点体力不支。任务共分为3个回合，以接力的形式进行。第1回合，每对预备夫妻只派1人出战，另1人出战第2回合。第3回合，2人共同出战。最终，代表自己颜色的一面朝上数量多的一对预备夫妻成功晋级，另一对淘汰。就是体力耐力。那这板子重不重？我不知道。不重不重，它就是速度。那你说这样，就是一上来，就咱2个角落嘛，开始，然后我从绕这个圈之后，我往你身后绕，这样会不会好一点？追着你翻，靠近他翻，靠近他翻，然后哒这么翻。我这边因为会长一点。 就那还是看速度。我玩过这个游戏，到后面就是体力。对，它其实就是你开始以为是速度，到后面就是体力。这个看谁能撑得更久。高峰负重跑的，每天都跑。大哥也不弱呀，他打一整个比赛那个耐力下来。所以我上来就问这个板子重不重？它不重。要是重的话，我觉得高峰会吃力一点。 因为大哥的优势就出来了，大家还得考虑一下，另外2个女生她是变量哦，因为她是接力赛的形式完成3个回合。但这2个女生好像体能都不是特别好。但是刚才大嫂说她低血糖，对，那就更不好。其实我就特别怕那个深蹲的运动，就是下蹲的那个，其实特别耗费体力。好吧，来吧，我们来看看吧。这个大哥他们还是有优势一些，我觉得。大嫂的眼神。 你只要是比他快就行，你就保持这边比他快就行。我有个技巧，翻的一定会快，横着翻，螃蟹步。哦，就是这样翻。战略就是我横着跑，不要竖着跑，像螃蟹步跑，这样一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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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速度会很快。这样的话，我其实还挺有信心的。哇，他好聪明啊！现在，请2对预备夫妻决定每个回合的出战人选。 参加第1回合的人，请举手。哦，先是女生来。如果是3局最终比拼的话，我先来，因为他中间可能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，所以我先来，他再来的话，我有休息，所以我开始想的是这样的。我觉得高峰可能赢得了大哥，高峰赢了，但是赵婷赢不了大嫂。对，我也是觉得。第1回合对决现在开始，加油加油！ 还真是，他这样可能快一点。但是腰肯定酸，这腰太酸了。你看他怎么能这么翻啊，大嫂？哎，差不多啊。我觉得大家挺淡定的。
赵婷节奏一直稳住，她能坚持得更久。对，别滑倒啊！大嫂蹲着了，哎，大嫂蹲着也舒服，对。对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保持。大嫂的方法很好，这样大嫂她其实不是很累的，这样子。大嫂运用的那个战术非常的厉害，她是在地板上，她几乎没有站起来的。对。但是蹲下来慢。但蹲下来持久力会长一些，因为腰就身体反应没这么大。她这个重心她都不起来。但这个对于个子娇小的女生好，而且灵活一些。加油去，相信自己，可以的。哇，他这么蹲太吃力了。他不行了，他不行了。3分钟，蹲下来。那个高峰应该喊一声，提醒他一下。他太老实了。这样一直蹲着，一会头都充血。对，脑充血。萍姐是相当于是弯着腰，然后脚是站直的，然后一块块翻，这样子相当于你脑袋始终处于充血的一个状态，对，一直处于充血，而且对于腰和腿的负担特别大。他这样很轻松哎。这油水太大了。哇，很明显哎。你看，这速度一旦拉开，到后面就会。跟着他走。你看，这就跟着他走了，看见没？到这会儿，这个战术就对。哇，快把它搬没了！他只要这么咬着就行。这跟上真的没办法。非常好。你看大哥一直在讲话，高峰就应该喊，他太老实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看他在翻的时候，这个大嫂翻的速度非常快，然后大哥呢再给大嫂就让你跟着他翻，说一些战略性的话。我在旁边我也什么话都没说，就是我也知道他已经很尽力了。他怕影响他怕给他压力。高峰可能感觉有点心疼赵婷，就不想让他那么。而且高峰可能平时也不会给战略性的指示给赵婷。还1分多钟啊！哎，蹲下来了，终于蹲下来。我也没想到自己那么弱，我那么1分多钟的时候，就基本上我体力就耗尽了，感觉心脏要从那个嗓子眼里跳出来了，呼吸不了。哦，这个没想到会这么累哦。当时我真的太累了，所以呢，我就一直就鼓励自己，跟自己自言自语，我说刘晓婷，你可以的，你一定要坚持，不要拖高峰后腿。跟着走，不要斜了。哇，不要斜，其实反而更舒服，快，更灵活。15秒，加油，跟上去。你看滑着走，看到没？滑着走，滑跪。哇！Oh my god！ 第1回合结束。哇！太小瞧自己了。太失落了。我一直觉得大嫂是落后于我的，但是直到我翻到头，一转身的一瞬间，我才发现，哇塞，我后边全白了。他都不知道什么状况，他都没有看。高峰应该早点让他蹲下来。我觉得他们2个的相处方式里面，他不太会给他发号指令。起来吧。累坏了。我挺感动的，就是高峰，他从来没有说你怎么那么慢，而你体能怎么那么差，他从来没有抱怨过我一句，他只会安慰我。
会让我觉得没有那么自责。哎呀，笑得好灿烂！我有高光时刻了，我这么多集终于有一个高光时刻了，我不是躺赢的了，不是躺赢的了。哈哈，大嫂觉得自己有高光时刻。我觉得他第一轮打得非常好，因为确实是第一轮他跟大婷碰的时候，已经把所有的板子都已经翻成白色面了。我就跟着他走就行了，我就跟着他走。你不用急。对，我不急。给你追的好多。对的。哎呀，大哥第一次看你这么主动，这么主动的，是有必要了，是有必要。从第一期都没必要。从这一次的这个比拼当中，你发现大嫂其实是。他比赛这件事情，他很有决策力，很有策略的。他有策略，而且他灵活多变。你像那个赵婷是上来就螃蟹步想的挺多的，但是你看大嫂上来的时候其实没有办法，她慢慢摸索中，她在这个过程中摸索了一个属于她的快速的办法，简直是碾压式的赢了赵婷。我是觉得这个大嫂确实高光时刻。我个人觉得不是说大嫂这一集她说她有高光时刻，是之前很多。光芒都让大哥抢走了，只要一比赛，大嫂就休息了，因为有很多项目是大哥只要一赢，大嫂就结束了。对，躺赢了。对对。所以我们能够看到，他所有的夫妻都是有性格上有能文有能武的，他都是结合的，只是说在大嫂身上没有机会看到，一到武的就结束了。哎，我们想想你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另外一半，他有没有什么高光时刻是让你觉得？印象特别深刻，然后觉得哇，真帅，太有魅力了。许昕，你太太有没有这样的时刻，让你觉得哇，有光环呢？她比我厉害的就是她可以，兼顾工作，兼顾带孩子。这真的很高光，我觉得这个是很厉害的，非常高光。你比如说有些什么细节，你觉得哇塞，我做不到耶，这样子。带孩子我就做不到。作为母亲，她可能每一天都要陪伴8个小时、10个小时。然后转一天继续，还是这样。日复一日。对，然后孩子忙完了，他还能忙工作，时间分配包括精力上，我觉得也比我好啊。我是觉得每次看他演唱会的时候，是很享受。我就是恨不得有时间的话，可以每一场演唱会都看，就是非常非常的享受。就哪个点让你在脑海里印象特别深？那个哪个点的？就是从他出场就开始很激动，有时候出来是最美的太阳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然后就是给我翅膀，然后就开始很激动啊。对，看他整场在上面很释放，很享受。那我也感觉到特别的享受。娜姐说的这个让我想到一句话：成功的婚姻来自于不停地陷入爱河。但是总是和同一个人哦，好浪漫哦！第2回合对决即将开始。我感觉挺对不起他的，因为我的问题第一轮落后了很多，高峰很难追回来了，太难了。这是一个接力比赛，虽然落后很多，但我还是有信心去拉回比分的。拼耐力，我不会输。完了，就是你那个方式啊，他就跟着，对，就拉他这儿追他了。我就把我身边的有2块紫色板子，我翻过来以后，我就直接跑过去，我就跟随高峰就好了。我只要他翻过来，我一直再把板子翻过去，就一直跟随他的节奏。就有点像跑步的那种，会打断你的节奏，我一直跟着你。哇！高峰很快。哇，高峰好哇！他螃蟹步哎。这个任务其实追击起来很简单，我只能分散的去翻板子，不让大哥跟上我的节奏，这样才可能有机会追上来。哦，他这样也对，就翻乱一点，也不好跟。但大哥还在追，紧追不舍。哦，这个连着，这个好快哦！咬住了，
哇，那这机器挺难的。一直上下上下的做那种蹲起，就当时我的大腿2个大腿，包括我的屁股，当时特别酸。哎呀，抽筋了，抽筋了。高峰现在心态更好一点，没有压力。哇！最后50秒。老公加油，还有40秒。高峰他马步好稳啊！对呀，他能走这么久。这个项目它是没有任何策略可言的，因为它拼的就是体力。但是优势太大了，对，基本上都是。速度慢点，我挺累的，已经上来了，累了。其实我当时是很累的，但是也要咬着牙坚持下去。哦 ，no， 全白了。还有19秒。5、4、3、2、1，0。第2回合结束。多了一点点。哦，多了一点，羞愧一些。也就是，如果是按平的话，他是赢大哥的。这优势差距太大了。你跟他电话给高峰，你跟他电话给高峰。我反而觉得我去盯高峰，我是跟高峰。你现在累，你先把其他的翻过来，然后你跟大体，我追不上你再翻。我觉得这样合适一点。对，我也觉得应该换过来。第2轮结束，我们的紫色就不多的时候，第3轮几乎就没有什么胜的可能了，因为他们耐力也很强。这个比赛也许我玩不过人家，你也要拼尽全力，不能认命。我觉得第3轮刘兆廷就在地上爬着弄，然后那个高峰走速度。第3回合对决，现在开始。要一起是吗？对。直接去跟。大嫂又来他这个匍匐前进，很省力，而且不穿鞋更好弄。对，太快了这个。他们为什么不总结呢？刘兆廷还是这么难？我觉得刘兆廷可能他做不到。为什么呢？蹲着很容易的，他可能柔韧性，有的人他的柔韧性就是他蹲不下去，有的人都。在我翻板子的过程当中，大哥在我旁边的时候，不翻他就跟着你屁股后头翻。第3轮我们在一起碰的时候，按照刚才的一样的战术，一个人跟一个，所以说我们就还是很有把握的。那大嫂是在追高空的，大嫂一直在贴地滑行。大嫂呢，她是用的跪滑的状态，她是在地上滑行，而且翻的速度巨快，太厉害了，完全没有了，这属于被碾压。加油！已经趴着走了。你看腿跟胯的灵活性都没有大嫂那么协调，感觉。我真的当时感觉我的心脏都喘不下气来了，就我跟自己说，我说刘兆廷，你不能放弃，你一定要坚持，哪怕你没有力气了，你已经无法站起来了，但是你一定要保证到往前再挪就可以，无论你挪大挪小，只要你不停的在动，你也许还有希望。太累了，这个。
这个不亚于那个无限奔跑。大哥已经慢悠悠的跟在后头了，大哥不动了。当时其实我们赢了很多，看他们其实也挺累的，没有翻盘的可能了，我们就停下来歇了一会儿。看到他当时很累，还在坚持往前翻，我必须得尽全力搏一把。最后1分钟了，还有1分钟，我的天！哦，快起来了！哇，高峰！哇，高峰！哇！那大哥追的也快，加油，高峰！哇，高峰！我是我老婆的依靠，我要保护她。我是一个男人，就是我觉得我应该在我们俩之间多承担一些东西，所以我必须为她去争，去努力。高峰有点强了，我天！大哥也加速了，哇！加油，高峰！第3回合结束。 14。哎，追回来几块，追回来几块。哎呀，我想有掌声，真的。高峰了不起。那高峰速度是真快，后面高峰加速了。高峰后面一下拉起来了。 输给大哥这对组合，确实是心服口服，尽全力不遗憾就好了。但是这一轮的话，其实我有点感慨这个赵婷的表现。如果说那时候赵婷说我太累了，说就到这儿吧，我觉得其他人肯定也没有意见。对。但是我觉得赵婷那个时候他就说我不管，我要坚持下去，我说我不能停。他在跟自己比，所以才有了高峰后来一下子速度起来，嘎啦，他其实他那个动作。 就给了高峰很多的力量，我也能够理解高峰不跟赵婷说要蹲下来，他不想影响他，他也害怕他是蹲下来，其实就很困难，更难受。但是仍然觉得很精彩。我觉得跟赵婷跟高峰到最后不放弃，不放弃，到最后都很快，对，还要加快一个速度，我觉得反而会让人很感动。虽然高峰跟赵婷现在是要离开了，然后是我们的这个第4名。 也很棒啦，对呀，对吧？你磕的 CP 也很棒啦。其实我倒真的是觉得，在比赛中他是第几名，我觉得真的没有那么重要。但是在这个过程中，看到2个人的那个感情越来越深，而且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那种互相为对方考虑，互相不想给对方压力的那种爱。我觉得这个是让我们觉得感动。而且我觉得高峰这一路。 他身上有一个现代年轻人还挺缺的东西，他特别不害怕责任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？他特别的愿意担当。可能这就是因为他原来是这个军人的这个精神。刚才看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，就是当一个人在压力的这个里头，他又能表现的就是从容，这种人是非常有魅力的。就像刚才大嫂。 他在他的那个压力的时候，他既有调整，又有这个从容的部分，然后快速的就碾压式的胜利，能抗压，其实也是一个人能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品质啊，是吧？哎，你们有没有碰到过压力特别大的时候？哇，他们一定是啊，那种对，差1个球，真的差1个球赢或者差1个球输，那种那是压力最大的时候。对，运动员经常会。 反正只要是比赛，就会遇到这样的情况。压力一来，脑子一片空白。经常我们比赛的时候大脑空白。我其实跟你们说一个比较有意思的，就是，我们要比赛的时候，场下那些跟我们加油的人，不是声音很大吗？然后人家说这么不吵你们吗？我们那时候什么都听不见。对，教练其实就在隔个挡板。 就差不多我们这个距离，然后我们去捡球，跟我们说话，我们是完全听不见的。对，是吗？听不见的。哦，他们讲的你其实听不见。听不见的，就是特别紧张，所以刘国梁在那儿喊的，你都听不见。听不见。完了，白喊。下来的时候，我们看那个就是回放比赛录像的时候，这么大声我听不见吗？真听不见。我们就是其实是完全是隔离在另外一个状态的。对对对。哦，我觉得我压力最大的是，比如说我在录那个。
就是探案节目，我那一把我是卧底的时候对对，啊，最后陈述的时候。我是卧底，但是所有人都开始怀疑我的时候，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心态会崩的，你知道吗？就你就是，特别是如果还有孙红雷在场下，非常有压迫性。谢娜就是你。后来每次我只要是他们一看我就能看出来了，全挂在脸上了。完了我就说我一定要赢一次，我打给何老师，我就说何老师，我怎么样可以让孙红雷他们不怀疑我呀？我每一次都说他们都不相信我。他说你今天。他们说你就不要理他们，不要跟他们辩解，你就说随便你们怎么说吧。我不是。然后那场是我跟丽颖，我们2个都是，然后就说丽颖崩了，崩盘了，我就是。然后你说谢娜你就是，然后我就说随便你怎么说，我不是。我跟你说了我不是，我心里可紧张了。然后他们就信了。孙红雷盯了我一会儿。他不是，然后我就赢了，换了一种方式。你尤其玩这种游戏，你越紧张，人家炸唬你一下，你就觉得，哎呦，他好像猜到我了。我有的时候你需要冷静。你呢？你有特别压力大的时候吗？印象深刻的是，在很多年后唱自己的成名曲，居然忘词了。是紧张吧？不是，因为这首歌我已经唱了千遍万遍了，我就不相信我能把酸酸甜甜都唱忘词儿。然后在一个很多人的场合，然后唱着酸酸甜甜，突然你知道我唱着唱着，然后就没人声了，然后我说不好意思，节奏没对好，那个不好意思，请大家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但其实我在说这个话的时候，我还是没想起词儿，就脑袋一片空白，任你怎么想都想不起来。最后我脸是就是保持不变的表情，但我内心就是在顺，就是多顺几次，顺到那嘚儿它就起来了啊。听完韩韵说，我就突然想起我有一次做那个新年跨年的大晚会直播，其实那个串场我特别简单，我就站在这边说一个谢谢上面的表演嘉宾，我们有请下面的，就很简单，几秒钟的事情。为了什么呢？是为那边那个歌手要做一个那个转台转上来，达到位了我就可以撤了。结果转台没转上来，卡在那儿，他只有半张脸在那个地方不动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你得救场。我就看见导演在下面，你知道导演的意思就是拉长，你知道我没有词儿了，然后我还没有搭档，我脑子也是一片空白，然后本来有请2个字都到嘴边了，你有请大家来想一想，我们新的一年有什么愿望啊？我当时穿的是礼服，按理说冬天是很冷的，我下来整个背后全是汗，湿透了，吓出一身汗。现在想想都是笑话，但当时真的吓死个人，就很正常。是那个时候属于空白了，真的是紧张了。是这样哈，是，现在宣布生存对决，爱情的两面比赛结果。张丽鹏、龚韵兰成功晋级，高峰、刘兆平淘汰。加油！来，加油加油！心服口服，真是。来，心服口服，心服口服，太厉害了。最后就是，我们2天那天写了一个那个结婚的诗词。本来是想到终点念给彼此听的，然后刚才就是请求节目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机会，让我们在离开之前把这个结婚的诗词念给对方听，也算是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彼此一个好的交代。哦，你不要哭啊！你不要哭啊！谢谢。感谢经历了人生35年的悲欢离合，尝尽人生酸苦，看尽人生百态后，在我已经快不相信爱情的时候，能有幸遇见你。是你治愈了我的不自信，是你让我重新看到自己是值得被爱的。管你有没有孩子，管你有几个孩子，我就要跟你在一起。不能因为你离婚带孩子，你就不能值得被爱。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伴侣。我的体能真的不行，更知道你生活中对我所有不完美的包容、耐心、理解。真没事了，走了。站起来，我扶你。对不起，没事，加油啊！好感人，加油！你用你爱我的方式在保护着我，
行走，太牛了！我女朋友也不会游泳。练习了。无论未来如何，就像你说的，凡事一起面对，困难一起解决。我们不仅是伴侣，更是未来最默契的战友。有你在，一切的艰难险阻，我都会陪你一起面对。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分离。还是要相信，幸好遇见你，最爱你的老婆刘昭婷。哇！在我遇到我的妻子之前，我对另一半的幻想大概就是有思想、有阅历，可以和我共同成长、同甘共苦的这么一个人。直到我25岁那年，他悄悄地来到了我的身边。当然，他不仅带着我对另一半的所有幻想，也带来了世俗所不能理解的身份、负债、离异和7岁的年龄差，家人朋友的劝阻，网络上的一些恶言恶语，时时刻刻都在阻止我们，而我们始终都在坚持一个信念，就是人不能被标签化。喜欢是乍见之欢，爱是久处不厌。我想对我的妻子说，我会陪在你的身边，1年又1年，跟梦一样。也让我们看到了彼此在生活中比较少见的一面，比如说他为我哭啊，对，你当然也让他看到了我比较对厉害的一面。对，这些天对我们整个人生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刻，其实非常享受。对。高峰，希望你们能够一直幸福下去。谢谢，谢谢，我们会的，一定。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嫂。加油，加油！我们好好睡个觉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你加油，一定要加油啊！走了，拜拜，拜拜，加油啊！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我特别对高峰说的那个标签化这个事情，世俗的眼光和标签吧，现在太喜欢贴标签了。刚才一听的3个标签：离异、带娃，然后年龄差，还有负债。啊，对，还有负债。哇，这个真的是对于高峰和刘昭婷来说太不容易了。时代在变迁，其实大家真的可以多看看外面的世界。就是我妈妈在我快30岁的时候就催我催到不行，她给你算日子，她说你要谈个男朋友要交往多少年，然后才可以结婚，结婚多久了，然后还要小宝宝。就是她一算这个日子，我心想妈，你这么算，我根本嫁不出去了。就按你这么说，我已经是超级大龄剩女了。为什么谁规定的哪个年龄就是个坎儿呢？对，我觉得那个坎儿在于是你有没有找到合适的人，而不是在于这个年龄。对，你到这年龄不行了，时间不行了，我赶紧随便找一个吧，那完事儿最后还是一个不完美的结局。为什么会有这个标签？我想可能就是原来对于婚姻或者对于2个人在一起太功能化了。就想的不就是要2个人在一起就是要个娃嘛？你女性年龄一大要娃就不容易了，有年龄差，以后能不能照顾人是吧？但其实2个人在一起，你真的只有这些功能的东西吗？其实这是一种市场交换型的婚恋观啊，就是大家会去评估自己的价值、他人的价值，我们能不能寻求一种成交？但其实这种观念下，很多人会给自我估价，然后自己就给自己很多的一些这个压力了。你们站的可能是女性角度，就是我为什么喜欢高峰呢？除了这个之前的职业军人，但是从他的眼中、心里，我能看到的是真诚。他真的是看到这么多负面的标签，他可以完全屏蔽，他可以做自己，这个是我非常欣赏的这个。对，但事实上，可能也并不是因为刘兆廷做了什么，而是因为高峰本身。他是一个这样的人，他有一些这样的品质。我会觉得客观来说，现在这个社会随着物质条件变得更好，大家很多是独生子女，其实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越来越多的。
就很多人他不想去为另外一个人付出任何东西，时间、精力、感情、金钱等等。但是高峰他就截然不同，他经常喜欢说这是我应该做的，他就很自然地说出，那你有债务，我喜欢你这个人，我要跟你一起承担。不是说要鼓励大家都这样做，只是说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我敢于担当，而且我享受付出，享受付出，对，这样的一种品质吧，我觉得还是很有价值，让大家引发大家的一些思考的。就是敢于付出这件事情，其实是一个强大的表现。对，就是你能够很认清我到底想要什么，而不是别人告诉我听我想要什么。因为他不把他的幸福和物质挂钩，和这些世俗的眼光去挂钩。他要的幸福就是两个人的一种状态。我觉得刘兆廷也是勇于离开错误的关系。对。而且刘兆廷他自身的心态是比较开放的，因为他给了一个比自己小7岁、25岁的男人靠近自己的机会。如果他没有开放，他会觉得你肯定不靠谱，他也把他标签化，他也不会有今天这个结果。但是因为高峰太靠谱了，对，确实怀疑都怀疑不了，确实。哎呀，祝福他们俩吧！哎呀，我们来看看3进2会发生什么。节奏有点快，今天。这里是由999感冒灵和小儿感冒药冠名的挚爱之战。现在公布半决赛任务：爱的拼图。这大嫂那脑子转的。对。下面，请各位预备夫妻前往任务地点。请接受任务卡。干点啥呢？球场走着。爱球。不喜欢？打雪仗吧。那你想干啥？背面还有任务。感冒了。我有办法，缓解儿童感冒多种症状。999小儿感冒药，儿童专用，妈妈安心。不对呀，这感觉是要荒野逃生的样子啊！不是拼图吗？在海里拼。哎呦，我鸡皮疙瘩起来了。你看那个旗子，哇！天哪，到水里呀！哦，要划船，要划船，还是体力活儿。现在公布半决赛任务：爱的拼图。爱的拼图将考验预备夫妻们能否在极限情况下齐心协力，共同前进。现在公布任务规则：预备夫妻乘船出海。右边，哇，搞不好很容易翻船的。在海上有2处浮标，在第1个浮标处获取钥匙，在第2个浮标处获取装有拼图的箱子并返回。抵达岸边后进行拼图。率先完成并拔出旗帜的2对预备夫妻晋级。铁人3项啊，这是。挺难的，真的挺难的。太残忍了。当时我们在泰国训练的时候，也有过划这种小艇的经历。哎，那起码比起其他人，我们起码是有过这个配合的。哦，他们配合过的哦。但是他们的难点不在于这儿，在于拼。由999爱的营救任务中用时最短的预备夫妻张博厚、翟宇决定3对预备夫妻出发点的位置。出发位置。看一下。哇，好风惩戒令。当时我们观察了一下，海风其实是从右往左吹的，所以我们就立马选择了右边的赛道。因为了解到大哥大嫂他们是有划船经验的，我想说他在中间划，我们可以学着看一下。
然后孟举他们在左边那岛。哇，翟宇好强啊，很聪明。就是他们传说那个运动员也有食物链，说那个运动员里头练皮划艇的是大家都不能惹的。对，身体素质是最好的，而且巨壮，体力、耐力、爆发力都要有。上去感受一下。咱俩上船的时候怎么上的？因为我们跑步肯定是比我们滑的要快，对，因为它这个地方肯定没有那么深。先跑一跑，我们先把船尽可能的推到我们觉得还不错的位置，然后再上船。一个上吗？对，也可以一个一个上。嗯，这样子是吧？1、2、1、2。那大哥大嫂有经验的话，那他就是已经胜一步了。船头要往右，我就是左使劲儿，左使劲儿，你就啪啪啪啪。OK。特别担心的地方就是我有点怕水，不是有点怕水，就是其实还蛮怕的，然后我还有点深海恐惧症。哦，怕水。不用担心，我教你怎么做，这样我只告诉你左还是右就行，哪边使劲就好了。好，好吧。半决赛任务，爱的拼图正式开始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因为已经剩下最后3组了，没有什么所谓的复活了，所以说我们必须拿下第1轮。哎呀，谁都不想走啊！刺激啊！上船的时候要稳一点，好，别着急。基本上我觉得胜算不大，但是我肯定会拼尽全力的。我就听你的指挥啊。嗯。虽然这个皮划艇对我来说真的挺难的，但是我觉得一定要去完成好。好紧张啊，不行了我。鸡皮疙瘩已经起来了。哇，好快啊！阿酱，走。看到大哥，哎，怎么拖着绳子跑？哦，我就知道了，我就赶紧跑到船前。哦，因为第一个人得控制船头。他去拽绳子，然后我在后面推。哇，大哥，好快！过来过来。对，要拖得深一点，拖得深一点再上船。上吗？上。别急别急别急。哇，你看他让娇娇先上，他还在推。因为他怕水，所以他先让雪娇先上了。可以上。上来了吗？上来了。走，你来，你拿这个。走 ，OK。要上了吗？上来，快点！给你。1、2、1、2、1、2。他俩真的不太默契。1、2，抬起来。歪了，右边。哇，右边。这有翟宇在，指挥的好稳啊！一上船，仿佛我们会滑似的。一开始就挺有默契。我也觉得。真有了。走，别着急，稳比较重要。好，2。但这个是不是跟挥拍有关系？对啊，很有节奏感觉他们。滑一滑。走。真的滑了，他们。哎，那边，这边，滑这边。等一下。等一下。哎呀，撞车了！啊，不会翻船吧？哇！这边，别急。掉头了，这完全歪了呀！左，想插进去。右，好，他俩好，右边。
我中文。我翟宇好强啊！心理素质也好。哟，哎！完了！哇！吓死我了！那个浪刚好过来的时候，是刚好跟我们船是一条水平线的，就是再浪大一点，我们俩直接翻在水里面。收给，坐好走。收给，坐好走。我脑子已经不转了。坐在那里真的很难受，因为非常的紧张、焦虑。杰瑞，没事，走。我能感觉到他有点担心，因为他不会游泳。我觉得我可以一个人自己划，让对方的心情或者是身体或者是状态都得到了一定的放松，又散发魅力了。你别动啊，你别动。好，我来。好，我来这2个字足以。别动。虽然遇到很多困难，但我不断的在努力，让这个皮划艇不要转圈圈。走，多进了。1、2、哎呀！1、哦，吓惨了。又再来一下。左1、2、左边，走。哇！流涕鼻塞停，暖感冒灵。本节目由为爱守护的999感冒灵冠名播出。半决赛任务，爱的拼图。不要动，别着急。退一点。抓住。好。亮，完了。没事，没关系。哇，这么长啊，这铁链子。哦。哇，回去很难哎。怎么感觉没走过啊？是。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不动啊？不要放弃，加油！放弃，咱主打就是不放弃。你看，反超了！你来推。你走。开不开呀？别着急。走不进去再说。着急了。OK。哇，他们好快呀！往下走，现在应该在这儿。你的手在这儿，不用急。感觉他们会超过大哥大嫂。这个颜色深，在这儿，按颜色来。反过来。不对。哎，错了一块儿，又是差临门一脚。这有点像打比赛，就打到赛点赢不了了。你准备去拔气。Relax， 我们还有机会。哇，好紧张啊！上微博参与挚爱沉浸式体验活动，一起感受挚爱时刻。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、界面新闻与美好价值创造者同行。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超级剧综，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。独家知识短视频合作平台秒懂百科，秒懂百科，世界如此简单。看新闻上封面，更多精彩尽在封面新闻 APP。正片没看够，每周四中午12点加更版，周五中午12点挚爱之战陪练版，会员专享更多精彩。关注腾讯视频 VIP 微信公众号，可参与抽会员哦。极光 TV 畅享大屏极致视听体验，腾讯极光盒子带你感受挚爱之战的真爱试炼。参与社区互动，为你喜爱的 CP 加油，共享弹幕挚爱时刻。